我是 EA 画室的老师黄永昌，也是香港的画家啊。今天我要为你们示范玻璃瓶的画法。玻璃瓶首先要用干画法去画，把玻璃瓶分开几个色区，一部分干了之后再画第二部分。玻璃瓶先画浅色的部分，可以是酒的这一部分啊，就是有点浅黄色，然后加一点橙黄色，让它自然渲化。要记住要保留高光点，还要留意精细的部分。精细的部分通常要留白色的空间啊。一个叫做高光点，高光点就是最白的地方啦。还有一个叫做次高光，就是第二种的光的颜色，也可以先保留啊。次高光在干了之后再加颜色，高光点就保留空白了。那么这个干画法呢，也要用湿的方法渲染啊。有些部分等干了之后再加第二片的颜色，把它合缝。那干了之后再加第二片颜色呢，这个交界就是很明显了，就没有宣化的效果了。所以要分清楚什么地方用干画法，什么地方用湿画法。那当这个干画法、湿画法画了两片之后，这个瓶子的这一部分大致上是完成啦。然后我们再加其他的部位，其他的部位要很小心，要干了一片再加一片，千万不要湿的时候去画第二部分。那这个干画法也可以在画过的地方再加颜色啊，可以加1-2层的颜色。那么干画法呢，要特别小心，就是一个局部慢慢加颜色，不要渲化到其他部位。那这个花瓶，这个土耳其碗要画细节的地方，把白色的地方渲染部分的阴影不要太纯白，就是白色的阴影，然后用留白胶把一些光的位置画清楚。光的位置，白的花纹用留白胶去保留啊，留白胶擦干之后就是空白了。那细致的位置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去画，画完之后我们去调整啊。这些花纹呢，就是一个个干了之后再画。记住，这个土耳其碗大多数是用干画法去画。还有一个是这个埃及的花瓶啊，然后画了之后做修改，丰富我们的画面，加一点这个水果上去啊，这个渲染一下这个画面的效果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这个酒瓶的一些招牌，它有一些白色的字，用广告彩的白色加上去。我通常不会用水彩颜料的白色，因为它没有覆盖力。这幅作品用干画法去画，修改之后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除了香港的版本之外，还有国语版，欢迎你们继续支持我们，感谢你们。